伴随着 BYD Seal 的大受欢迎 ，BYD Malaysia 再接再厉推出了一个 SUV 版本的 BYD Seal， 就是这一台 BYD Sea Lion 7。那它提供 Premium 跟 Performance on the road price 分别是184,500块跟200,500块。那它在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像 Tesla Model Y 和小鹏 G6。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一台 BYD Sea Lion 7它支援11 kW 的 AC 慢充，之前 BYD Seal 是提供7个 kW 的 AC 慢充，快充都是150 kW 的 DC。然后这个续航里程方面呢，它的 WLTP 是482公里，这个Performance 版本就差不多是450多公里 WLTP 啊。那关于这台车子的试驾体验是怎样，我们就透过等一下的试驾影片来跟大家分享，看这一台 BYD Sea Lion 7 All-Wheel Drive Performance 驾驶起来的感觉是怎样，它的隔音、风声、加速表现、过弯表现、行驶起来的舒适程度到哪里。所以影片开始之前，我是戴主义，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Let's go！那 Premium Rear Wheel Drive Extended Range 用的是19寸的轮胎，那这个 Performance All Wheel Drive 呢就是24545R20，用的是 Michelin Pilot Sport EV 轮胎，还有红色的刹车卡钳，但是它就没有采用那个一般什么 Aerodynamic 空气力学轮圈盖住它。那就车身长度跟轴距方面呢，这个 BYD Sea Lion 7比 Tesla Model Y 跟小鹏 G6 还要长还要宽，因为它的轴距是2930个 mm，Model Y 跟 G6 都是2890个 mm， 再来车长是4830 mm，Model Y 跟 G6 都在4750 mm 左右。但是呢，注意，因为它是一个 SUV Coupe， 所以虽然它的后面很大，不过这个地方是 slope 下来，那行李箱空间方面的话，它就稍微比较小一点点。但是我该在 showroom 里面，我尝试去放了几个 luggage， 它还是能够塞下4个中型的 luggage。在它前面也提供了一个 front， 就是车头的储物空间，隐藏式的车门手把。OK。那就跟 BYD Seal 比 Tesla Model 3大很多一样，这个 BYD Sea Lion 7的后排乘坐空间也优于 Tesla Model Y， 这个体现在它的车长跟轴距都是比较长的。你看像它的地板就整个是平的，你坐在这个位置高一点点，但是你坐在这个位置差别不是很大。然后椅背呢，你可以躺到非常的斜，然后整个支撑感都非常的好，而且这边还有一个超级大片，中间没有一根横梁的这个全景式的玻璃车顶，然后这边2个冷气出风口，隐藏式的这个 USB Type A 跟 Type C 的接口。掀背车就可以放下来，伸手去后面拿行李，然后它有多种 level， 看到吗？你可以调到这样子，因为行李箱空间它后面是这样竖下来嘛，所以如果你这样子放的话，你就可以放更多的 luggage， 或者你不要，你就推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坐在后面这个车子的空间感绝对是它在这个价位里面的一个最大的卖点啦。Right， 那现在这个就是 BYD Sea Lion 7放入2个儿童安全座椅的样子。那我右手边这个是从 newborn 用到现在的啦，然后它已经差不多要3岁半这样子。那我左手边这个是后来大一点才买的，它已经差不多要5岁。然后其实它再大一点也可以做 booster 了，不然这2个 car seat 你可以看到它，我整个好像 hamburger 被夹在中间这样子，因为它的非常的厚啊。So 这个 BYD Sea Lion 7的后排乘坐空间 of course 是非常的宽敞。那它最宽敞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它的头顶有这个摩的海景全景式玻璃车顶。那可能很多人对电动车不熟悉的会一直疑问说马来西亚这么热，为什么要做玻璃车顶？那这主要有2个原因，我之前拍过一支 video 讲，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板比较高，所以这边可以增加头部空间。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在一些冬天国家可能0度、-5度的时候，他们需要透过这个玻璃来聚热，可以减轻它的 heat pump 工作量。就冬天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北海道-5度，我要把 aircon 调成 let's say 23度，那个温差是28度的温差，这样夸张的吗？我们马来西亚还好啦，我驾了2天，我发现其实他们原装来就有做了一些这个红外线隔热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不成一个问题啦。而且我放入卡西过后开门是非常的方便，因为它怎么讲，它这个距离到
驾驶座跟副驾驶座椅的距离是比较宽的，所以当你在放 baby car seat 的时候，你不用整个人好像很扭捏这样子。这个我觉得是BYD Sea Lion 7比较 family friendly 的地方。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即便我在没有移除 baby car seat 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够顺利的下车？可以的，看到吗？看这个地方。嘿。我觉得 BYD Sea Lion 7的外观造型是远远比 Tesla Model Y 跟小鹏 G6 还要好看，因为它看起来更加年轻，也更加的 premium。它就是由鼎鼎大名的 Wolfgang Jaeger 的团队负责设计跟打造。那 Wolfgang Jaeger 呢，也就是过去 Alfa Romeo、奥迪跟 Lamborghini 的设计师。如果你把 BYD 的 logo 拿掉，它其实就是一个欧洲豪华品牌的样子。那 BYD Sea Lion 7的车尾有几个看点，首先就是它已经不再使用 Build Your Dreams 那个标语的名牌放在这边，取而代之的是 BYD 3个英文字母的 logo。这边已经有了 BYD， 可是这边再放多一个 BYD Sea Lion 7， 然后下面注明 4.5S 就是 4.5 seconds 4.5秒，就告诉你它的0到100可以做到 4.5秒。我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汽车品牌把自己的0到100公里加速表现放在后面，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在 BYD Seal 也已经见识到。那再来的话，这边有一个 EV。All-wheel drive 就提醒你，这是一个 all-wheel drive 电动车啦，因为在中国的Sea Lion是还有05 DMI 这个增程车版本，那马来西亚就目前全部都是卖纯电版本啦。那再来后面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 spoiler， 加上 rear bumper， 这个也是战斗气息十足啊。Overall 它已经非常像是一个，你知道吗 ？Super SUV 这样子的一个 look。Alright， 现在已经冲到100%， 系统里面是显示能够行驶542公里。那我今天开的这一台呢，就是刚刚在马来西亚市场发布的 BYD Sea Lion 7。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发。那看得到吗？360度全景摄像镜头，15.6寸的荧幕，非常的大。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去旋转荧幕，这个我们在最早 Atto 3的时候已经有看到。那我现在开的这一台呢，就是属于比较高配，因为其实它2个版本的配置是一样的，差别就是因为这个有双马达 Dual Motor， 所以它一共有530 PS 跟690 Nm， 0到100呢只要 4.5秒。那这台车子的 On the Road Price 是200千出一点点。那这个价钱买得到，你知道吗？530P 690 Nm啊！我们看，如果你拿600千去买到一个 Porsche Cayenne 3.0 L V6 Turbo， 都给不到你这样子的一个加速表现。Consider 它们都是 SUV， 加速。Oh my god！ 这个电动马达，这个电机超级有力，超级快。所以我们如果单纯就这个马力扭力0到100的加速是超级无敌划算，而且我刚才还没有在这个 Sport Mode， 我只是在 Comfort Mode。那我们这边透过独立按钮，你可以去切换像你要 Eco Mode， 你要 Sport Mode， 还有 Snowland 雪地，哇，很 direct Snowland 雪地。它的操作界面来讲就非常多的实体按钮，虽然荧幕很大，而且这个荧幕就如Atto 3这样子，它是能够 flip 能够旋转成为一个 portrait screen。像我们用这 BYD Sea Lion 7里面自己内建的地图，它就会跟着一起转。那如果你用 Google Map， 你用 Waze 的话，可能就做不到这个东西啦。但是我该 try 它的 map OK 啦，我要 search 到的目的地它都有。而且当你在 search 的时候，它会告诉你到那边还剩多少 percent， 它就不是一直 follow 你的 live forecast， 它会告诉你这样子。除了荧幕大之外呢，这个车子它也标配了12个 speakers 的 Dyn Audio 丹拿高级音响系统。加速。哇啦喂，它是非常的快那种，因为这个是双马达，所以它的车重已经来到2300多公斤，是非常的重。
可是我们就刚才的那一个起步加速表现啊，因为你有690Nm的强大4轮驱动双马达，所以这个2000多公斤的重量，坦白说你根本感觉不到，它完全是视这个重量为无物啊。当然，车子越重的话，对车子的这个 body roll 的考验也是更加的大。像我们现在摆一下，哇，看到吗？哇呀，这个是 physics， 这个是物理来的，你很难去对抗物理，除非你给它下超级跑车的那一种，什么 multimatic suspension， 很 strong 的 air suspension， 它才可以去抵消掉这个东西，不然真的是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去练习上手吧。毕竟这是一个，怎么讲，它不是一个，虽然它叫 performance 啦，不过它毕竟不是真的是 performance 的那种 SUV， 所以我也不觉得多少个车主会这样子去摔它。那我们讲回它的里面的话，就是这个方向盘是比较新的方向盘，然后它是有一点 chrome 这样子，很多的实体按钮，所以我觉得整个东西是非常易于明白的，而且它有这个独立的 region button，它叫 standard 或者叫 larger，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 larger 啦。然后透过荧幕按进去里面的话，energy 你可以去这边调整这个regenerative 的 braking intensity， 很复杂，就是 regen 啦。steering mode 你可以选择 comfort 跟 sport， 刚才我是在 sport mode 啦。然后 brake 也可以，因为那个 brake pedal 有时候有些人喜欢一踩车子就停，有些人喜欢踩了它比较 soft 一点，它比较循序渐进这样子。那这个BYD C-Lion 7都能够做得到。那驾驶坐姿的话，我觉得它就怎么讲，它就偏高啊，因为这个车子是一个块头不小的车子，所以你坐起来椅子，即便你把椅子调到最低，顶到底了，它还是退到底了，它还是觉得整个人坐得很高，你不能够再调了。特别是我身高比较高的啦，然后左脚也会被这个 dashboard 挡到，这个左驾板、右驾板有时候在调整这方面是 OK，we say go。哇，一下爆一声，你就已经到了一个你不敢想象的速度。那讲到这个隔音方面因为它前面2块用的都是 acoustic glass 双层玻璃，因为有这个双层玻璃就让到你在快的时候那个风声比较难听到吧。因为它是电动车你永远要记得，你还是会你听到的那个风声还是会比较明显的，相比较汽油车有引擎、有变速箱、有档位升档降档去掩饰掉它，那这个车子就没有。因为很多时候这种强调 performance 的电动 SUV，它真的只是加速能力上面 performance， 不代表说它的车身 body roll control，它的 steering 是 performance 的 steering， 我觉得这个就还有一个空间。还有一个距离去补足它。一样的东西来了，如果你加一个 BMW iX， 2.4 吨、2.5 吨，你加一个 EQE SUV， 你加一个 EQS SUV， 你都要 compromise 很多东西。所以你讲 control， 哇，你要烧口呢，肯定还是 sedan， 像 BYD Seal 这样子的车型会比较适合给你去享受到操控驾驶乐趣。车子是安静的，可是我觉得因为这是 all-wheel drive 的，所以他们就为它标配了20寸的轮胎。你看，好处是直路过弯车子四平八稳，但它就是会更加的明显当你过墩，当你过一些 straps 的时候，一些凹凸的时候，它会放大那个怎么讲？它会放大你轮胎接触地面的所有的一切这样子。Brake。那再来一个就是我对电动车比较有要求的地方，就是它有没有 One Pedal Mode， 它有没有 Regenerative Recuperation， 也是一样一个东西，大家都没有统一的叫法。我要讲的就是因为 Regen 它有时候就是能够帮助电池去回电，所以那些我现在可能这一段我加100公里可能我可以用 Regen 帮我赚回10到20公里的里程。所以 Regen 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刚才说了你可以透过这边去调整 Standard 或者是 Larger。 我用 Larger 的话，我现在加速，给我松开我的 Brake Pedal， 它会自己利用轮子滚动的扭力来帮车子回电，顺便达到减速的这个作用，也就减轻你去踩刹车的这个负担。因为其实不管是油车、电车，你每一次在踩下你的 brake pedal， 它对引擎、对车子都是一种损耗。
损耗你的 brake pad，损耗它的能量。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跟车跟这样近，它如果要到你就放，给它自己 brake， 给它自己回电这样子，那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电动车使用方式。Corner， 哇，这个比较 tight 一点。然后这个 map 这个 screen 真的大到啊，每次我要看2下，我远远用余光就可能知道讲摆啊。虽然它的 WLTP 续航里程呢，这个 rear wheel drive 是482公里，然后这个 all wheel drive 双马达的，因为它的输出比较大重量也稍微重一点点，所以它就只有450多公里。但是因为这个电池 LFP 电池你是能够充到100%，因为它的充放循环次数相比较 NMC 3元锂电池它更加的多次，它的使用寿命更加的长。所以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看 Tesla Model Y 或者是小鹏，他们可能有500多公里的 WLTP， 可是你永远要记得，你大部分时候你只可以充到80%， 也就是说我给它500多扣掉80%， 其实还是 BYD Seal 7 I mean BYD Sea Lion 7比较多的。当然这个纯粹是数据上的一些比较，我们还是要看最重要就是你一度电能够走多少公里你没有开空调，你的空调开多少度？你在 highway 是加180、160，还是你在 highway 就是循规蹈矩加这110？这个东西我们很难去一概而论，因为每个人的 driving style 真的不同的。Alright， 按照往常的惯例，我们就来为 BYD Sea Lion 7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照样呢，我就想分享一些值得购买跟不是这么值得购买它的地方。那首先我先讲一些比较要考虑的地方，就是在它的续航里程。虽然电池有82 kWh， 不过它一度电能够行驶的里程，确实是比其他竞争对手稍微少一点点。在它的快充速度也150 kW DC， 比较慢。但考量到它能够充到100%， 而且它的安全性能更加的好，然后这个充放电的循环次数也比对手更加的长，所以长远来讲，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拉长补短去弥补掉它的续航里程比较少的这个东西。那要购买 BYD Sea Lion 的原因，或者怎么讲，或者讲我个人最喜欢的地方，真的就是在于它的外观造型设计的车头造型、车尾造型、它的整个 design 等等。真的是不要看 brand 完全就是一个奥迪一个 Mercedes-Benz， 然后里面的话你要用到的设备、音响系统荧幕大小、尺寸等等都非常的好。Overall 来讲，我觉得这个 package， 特别是 rear wheel drive 的，因为对我来讲，这个我不太需要这么大马力了，530 PS 690牛米的0到100 4.5秒，我觉得那个后轮驱动大马达的版本已经非常足够，184千 on the road price 这样子的 package。所以预知更多详情，还有什么想要了解，欢迎在底下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关于这一台 BYD Sea Lion 7海狮07 EV。Let's go！